有些人创业第1年就能稳稳赚到第1桶金，生意越做越顺，而有些人每天工作16个小时，忙了5年，看起来很努力，结果公司还在原地打转，甚至现金流还越来越紧。你以为差的是运气吗？我告诉你，绝对不是，差的不是运气，也不是努力的程度，其实差的是思维。尤其是作为老板，你的决策逻辑直接决定了企业的生死。在今天这个 AI 时代，市场变化的速度是以天来计算的。如果你还在用过去的经验和规则在玩一场全新的游戏，那你注定会被淘汰。嗨，我是 Terry Ong 的数字分身。当你在屏幕前看到我的时候， Terry 本人现在正在世界某个角落旅行、度假、陪家人。虽然他今天不在办公室，但他的商业大脑一直都在。他把关于商业、AI 和未来趋势的深度见解全部同步到了我的数据库里，所以即便他在度假，我也能在这里持续为你输出最高质量的实战经验。老板不在家，干货照样发，现在就订阅我的频道，我带你用更智能的方式看懂这个时代的生意经，建立一个真正能为你赚钱的系统，不要错过任何一个能让你思维升级的内容。现在的竞争环境越来越激烈，市场变化也越来越快，没方向没策略，只靠努力是撑不久的。很多人明明有能力有产品，却总是做不起来，不是因为不够努力，而是不懂规则。如果你是创业者、中小企业老板，或者是正在寻找商业突破口的决策者，那么今天这支影片就是为你准备的。我会总结出9条经营事业的黄金法则，这些不是心灵鸡汤，而是我自己在商场实战20多年，真金白银换回来的底层逻辑。你也能参考并直接用在你生意上的策略。无论你是刚起步还是已经有公司在运作，只要你听懂并执行这几条，绝对能帮你突破当下的瓶颈，让业绩上一个台阶。影片开始前，记得先点赞、订阅频道。你准备好了吗？第1条规则，生意要从小做起，用最小成本验证模型。很多老板有一个误区，觉得做生意就要高举高打，一开始就租大办公室，请几十个人开发最完美的 Apple， 结果几十万砸下去，水花都没看见。这不叫创业，这叫赌博。在现在这个时代，我们讲究的是 MVP Minimum Viable Product， 最小可行性产品。你可以先用最小的成本，哪怕只是一个简单的 website， 甚至只是一个 AI 生成的演示图，去市场上做测试。只要你先找到第一批愿意付钱的客户，验证你的商业模式是跑得通的，先让生意跑起来，赚到第一笔钱，哪怕只是几千块，这比你写一堆完美的商业计划书都更有价值。从小做起，先抓住市场的一个小缺口，突破它，然后再慢慢做大，稳扎稳打才是在这个不确定时代最快的成长捷径。第2条规则，意志力是成功的基础，但是要建立在解决问题上。在创业的路上，困难不是可能会有，而是一定会有。资金断裂、客户跑单、团队起内讧，这些都是家常便饭，但是意志力是你的底气。普通人遇到问题时会抱怨环境，也可能会选择退缩，但真正能做大的老板是越打越坚强。这里我要强调一点，意志力不是让你去死磕去硬撑，真正的意志力是 resourcefulness， 资源整合能力。钱不够的话，就想办法融资，或者调整现金流模式。人脉不够的话呢，就利用 AI 工具去 LinkedIn 找人，主动创造连结。作为老板，我们必须要有结果思维，不要告诉我过程有多难，市场只看结果。你的态度应该要是，无论发生什么，我都要把这个问题解决掉。第3条规则，有50%的把握就可以开始行动了。完美主义是创业最大的敌人，很多技术出身的老板总想等到产品100%完美才上线，但这在今天是不可能的。等你准备好了，市场风口早就过了，或者竞争对手早就把你甩在身后了。机会永远是留给那些准备好了一半，但是敢于冒险的人。我们先开枪，后再瞄准，在做的过程中收集市场的反馈，一边做一边修，一边调整一边成长，这就是迭代的力量。记住，市场不会奖励完美的人，市场奖励的是行动快的人。别等到一切完美才出发，那是不可能的。我们永远无法100%准备好，重点是敢不敢跨出第一步。第4条规则，赚决策者的钱，也就是赚女性的钱。这不只是在说卖化妆品或者衣服，我们需要明白一个商业数据，在大部分家庭中，超过70%的消费决策权是掌握在女性手上的。你别看我现在虽然是管理着公司的 CEO， 培训过上百家公司的企业家，但是我的消费决策权80%都是在我老婆手上。不管是买房子、装修、孩子的教育、老人的保健品，
甚至是男人的衣服，背后做决定掏钱包的往往是女性。女性的消费力是你不能忽视的市场，所以无论你在这个产业链的哪一个环节，你的营销逻辑、你的产品体验都要考虑到女性的心理需求。她们更注重细节，更注重体验，更注重情感连接。不要搞错对象 ，marketing。如果对准了那个真正做决策的人，你才有机会赚到大钱。第5条规则，永远不要忽视吃这门生意，或者说高频刚需的生意。不管时代怎么变，科技再怎么发展， AI 再怎样厉害都好，人都是要吃饭的。吃是人最基本的需求，从传统餐饮到食品加工，再到现在的网络送餐、预制菜，吃代表的是一种抗周期性，意思是不管经济好还是坏，这个需求永远都存在。当然，这个意思不是一定要你去开餐厅，你可以做餐饮的供应链，做食品包装设计，做餐饮行业的 SaaS 系统。只要你的业务是附着在人类基本需求这个大赛道上的，你的生意的底盘就是稳的。只要产品对到市场的胃口，永远都有赚钱的机会。第6条规则，控制成本是企业能不能活下来的关键。很多老板只盯着 gross revenue， 也就是营业额，一直盯着看，觉得自己公司一年做几百万很厉害，但是年底一算账的时候，发现没剩多少钱了。为什么？因为利润被成本吃掉了。利润不只是看你卖得多，而是看你留得住多少。特别是在现在，我们可以利用 AI 来极大的降低运营成本，像是用 AI 客服代替部分人工，用 AI 做图代替外包设计，用自动化流程代替繁琐的行政工作。会赚钱是本事，但会省钱、会控制成本，才是企业真正的盈利空间和护城河。第7条规则，不断创新，哪怕是在最传统的行业。很多人觉得传统行业没什么机会了，其实那是大错特错。看起来好像不起眼的行业，其实往往机会是最大的，因为那里充满了低效和陈旧的模式。比如传统的糕点，加入品牌故事和精美的包装设计后，就变成了网红伴手礼。再比如传统的理发店，加入线上预约和会员管理系统后，效率直接翻倍了。所以别看不起任何行业，真正有远见的人是在不起眼的地方做出差异化。你不需要发明一个新的行业，你只需要用新的技术，比如 AI， 或者用新的营销思维，把老生意重做一遍，这就是巨大的商机。第8条规则，要会选市场，而不是只选产品。这是技术人员和工匠型老板最容易犯的错，拼命打磨一个自己觉得超级厉害的好产品，却从来没想过市场接不接受，市场够不够大。所以一定要先看市场，再定产品。一个市场够大，痛点够痛，有明确的需求，客户愿意为解决这个痛点而付费，你随便做一个及格的产品都能赚钱。反过来，如果市场本身就是萎缩的，你的产品再好也是死路一条。记住，市场是船，产品是桨，如果没了船，或者船在漏水，你再怎么划都没用了。最后一条也是最重要的一条，要有系统化的经营思维。创业不是靠一腔热血，企业也不是靠老板一个人的感觉在运作。如果你每天还必须要亲自处理每一个客户的投诉，亲自发送每一封邮件，那你不是在做生意，你只是在给自己打工。无论是 marketing、营运、财务、招人，都需要系统。你需要建立 SOP， 你需要引入数字化工具，你需要让业务流程自动化。你缺的不是努力，而是一套可以复制、可扩大，甚至在你离开公司时依然能自动运转的系统。做大事的人不是靠冲动，而是靠思维和系统。我们今天聊的这9条规则，生意从小做起，解决问题的意志力，5成把握就行动，赚决策者的钱，瞄准高频刚需，严格控制成本，传统行业创新，市场大于产品和系统化经营。这9条规则看起来简单，但是每一条背后都是无数企业生死存亡的经验总结。真正能把这几条做到位的企业，不止不容易到，还能在危机中越做越大。我希望这支视频能让你重新审视一下自己的生意，看看哪一条是你目前最欠缺的。如果你喜欢这支影片，觉得对你有启发，欢迎点赞，并且打开小铃铛订阅频道。有问题或者想分享你的看法，欢迎在影片下方留言，我都会一一看完。我是 Terry On 的数字分身，我们下支影片见。